友们，新款的 M7来了，接下来它一定是爆款。为什么这么说啊？真的是大升级，大到离谱。很多消费者之前会吐槽的 M7的外观、空间，还有等等的问题吧，在这一台车上全部解决，并且向 M8无限的靠近。但是呢，因为789还是会有一些级别的差异化，所以说呢，从配置上会有一些差异。咱们挨个的跟大家说哈。首先呢，外观上是发生了变化的，新款的这个 M7真的好看了非常多，非常多，非常多。这话都说3遍。一个差异化是 M8这边是灯哈，但是 M7呢，它是做了一个贯穿的镀铬饰条，它是不可以点亮的，一直延伸过去。然后这个灯它很像是一个眼睛环状的这样子。一直过去，它会有一些流动的隐蔽效果，但是呢，像投影效果这一些是没有的。整体来说是好看的。车头的小蓝灯原来可能是打算放这儿的，车主反馈可能相对没有那么好看，所以呢，内部也还在商榷，以实际上市的时候为准。我们这个是个增程的版本，那它呢也会有纯电版，纯电版在这儿敲一下，哎，这个就打开了，然后前面呢会有个前备箱，是这样子的哈。我们来侧面哈，首先第一个就是体量的变化，它车长呢是5080毫米，车宽也更宽了，1999，接近于2米，车高呢是1780毫米，轴距是3030毫米。这个颜色是珊瑚红的颜色，它还有一个蓝色，也是新色，挺好看的。隐藏式的门把手在这儿是带电容的，手伸进去一摸，它就自动的弹开了，然后关掉之后呢带电吸。当然它也是做了一个冗余备份的电池，哪怕发生了一些意外的情况断电了，它也是可以的。我打开车门的时候，哎，脚踏是有的，但是应该是个选装的哈。上面这个行李架，然后这一圈的镀铬饰条 ，M7有个很好分辨的点，就是你会发现它这一块的型面是比较有肌肉感和偏运动风格的，所以导致这一台车在光底下，它的前面比较硬一点，但是到这一块暗区就会相对比较沉稳一点，光泽也是会有些变化的。大家很关心的这个驾驶辅助啊，也有一个很大的变化。现在带激光雷达的版本呢，是向 M8去靠齐的，硬件上面一个192线激光雷达，然后车尾一个高精度的半固态激光雷达。功能上呢也更升级了，因为到 ADS4了嘛，比如说车位到车位啊，然后进出匝道啊，过 ETC 收费啊，会更加的丝滑。这个我觉得到后期试驾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这一回升级的一个功能，我觉得还挺神奇的，叫代客充电，它可以车自己开着去找那种有机械臂的充电桩，然后呢就自适应的机械臂就给你充上电了。这个回头我们可以体验给大家看一下，我觉得有意思。还有一个啊，就是这一回它没有一个纯视觉的解决方案，另外一种解决方案是一个叫激光车内视觉融合感知。啥意思呢？就是在这一块，正常的这个前挡风玻璃是绿波，然后它变成了超白波，是因为这里面内嵌了一个盒子，然后这一盒子呢是把一颗半固态的激光雷达和一些视觉的感知的雷达进行了融合，放在了一起，它把两者的功能去进行了一下视觉和激光的融合。硬件上也会有其他的一些差别啊，前面就变成了一颗4D 毫米波雷达，然后尾部的2颗都有。它对于这种低矮的障碍物后向的感知能力也会更强一些。那在实际的用户感受到的这个能力上也会有些差别。那如果说只有一个这里面的这个激光视觉融合感知的话，那它目前来说是没有城区的智能驾驶辅助的，但是未来也有可能会开放给大家，这个可能得静待消息吧。但是我们目前已知的是没有。我们这个呢是21英寸的运动轮毂，21英寸还有耀黑套件的那个熏黑的，还有21英寸的低风阻的星辉，那个啊就是非常多条幅，我觉得很好看，很显贵。然后还有个20寸的运动轮毂，一共4种，然后它是有空悬的，应该也是到时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进行选配。上下的浮动呢是100毫米，这边因为是增程的都是400伏，然后全系都是宁德时代的电池，如果是纯电的话就是800伏，然后尾部是这样子的一个风格，仍旧是一圈相对比较粗的镀铬饰条延伸过来，然后这一块哈刹车灯啊等等的放在这儿，然后这2块呢是小蓝灯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很简单，我觉得很好看。高精度的半固态激光雷达放在了这儿，不会有这个拖车钩的哈，整体我觉得很大方。我们这个是5座的版本，所以呢空间真的非常的大。然后底下呢给大家看一下，还
会有一个很深的下沉空间。它把这个帘子放在里面了都没有问题，因为它这个左右还会有一个暗格的拓展，平时的一些私密的东西啊都可以放在这儿。如果说是6座的版本呢，他们说是差不多3个登机箱这样子的一个空间，然后还有个突破的点，之前是真没有 M8、M9 都没有，就是这个220伏2.2千瓦的充电接口。这一台车定位家用，所以说可能大家带着孩子啊出去要露个营啊，煮个火锅呀，包括其实大家如果说要去川藏线吸氧机也可以直接插在这儿，然后给2排供氧，这些都是可以的，很有想象空间。它也有 V2L， 最高是3000瓦，对外放电，也可以有 V2V 最高6000瓦。如果说真的是应得急，可以给车充电。OK， 我们去车内。然后内饰啊，你就会发现其实和 M8、M9 还是会有一些差异化的，因为它内部的级别的定位一定是要想得更明白的。这个副驾的屏相对是一个比较小的，但是它做了一个轴对称的设计，一些功能性的东西呢也都是有的。这一次升级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功能就是连线 K 歌，如果你的朋友和你一起组队 ，OK， 你可以跨车，他在那台车上唱，你在这一台车上唱，然后你们可以联动。当然你要看这个视频啊等等的也都没有问题。还有个点之前 M7 没有的就是这个主驾的零重力了。为什么会做主驾呢？没有做副驾呢？是因为如果是6座的版本，2排的这个副驾后面这个位置会是零重力，那这俩其实就打架了嘛。那做主驾呢，他们觉得这个小气模式其实用户用的还是挺多的。小气模式的时候，大家就不需要移到副驾了。那另外，它也为此配了一个电动的方向盘。副驾它没有做可以抬升的零重力，但是呢，它做了一个比较长的腿托，可以4项调节。然后这个靠背呢，也是可以大角度展开的，所以说副驾这个位置呢，也是可以非常的舒服的。这一次还有个升级，就是这儿2排有吸顶屏了。为了这个吸顶屏，咱们也配了流媒体后视镜，摄像头都是有盖板的，保护隐私。方向盘滑档放档机构大家都还是比较熟悉了，手动的空调的出风口这一块也放了这个木纹的面板，和这个中控台是一样的，这个触感我觉得还不错。然后这儿还可以放一些手机，开门的按钮呢在这儿，然后底下也有个机械的内开的按键。逃生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是在这个位置，很明显。底下这个储物格做的也很大。还有一个点就是这个应该标配是 WHUD， 但是如果说大家要选配的话，也可以上 AIHUD， 所以就根据家庭用户的选择，根据大家不同的需求来定。然后50瓦的无线充电带风网，console 台底下有个比较大的储物空间啊，这边会有个内口的接口，我看一下。100瓦的朋友们，但是它只给了一个，然后这儿有个储物格，2个杯托，这边呢储物空间其实就有2个话筒，差不多可以放3个话筒这样子的深度。有这一点是因为底下也做了 M8同款的冷暖箱。内饰我们这个红色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啊。副驾的这个手套箱也给大家看一下空间。副驾的这一款屏它是10.25英寸的，然后中控屏呢从原来的15.6英寸升级到了现在16.1英寸。这块屏幕它也有蓝鹰认证啊等等的。值得说的一个点是它底下包括两边的这个黑边非常的窄，而且它作为一个包边，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很有质感，而且也很薄。座舱应该也已经要升级到红木座舱5了，最新的东西。这一次它有2指的一个操作，就是现在我们这一台车还没升级啊。比如说我这个往下滑，就2指在左边往下滑是调节温度的，往上滑温度调高一点，然后右边往下滑是音量调低一点，往上滑音量高一点，然后上面也可以，上面是调节风速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这个门洞的开口很大，然后又有脚踏啊，整体这个上车的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的从容了。而且从车外看，外红配内红，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因为这个红它不艳。那当然呢，它也有之前大家比较熟悉的橘色，还有米色都是有的，可以根据选择。上面呢是一个全景的大天幕，前后是分开的，是因为中间会有这样的一个吸顶屏，有电动遮阳帘。小易，打开2排吸顶屏。好的。
这一块屏幕其实大家很熟悉了，它现在这个 DeepSeek 的大模型其实也很强大，它还甚至有那种陪学的功能，包括你要问它前面是有什么山啊，我这个地方的历史啊 ，OK， 小易都可以回答你，它可以是你一个很贴心的小助手。然后呢，打开一些 App 的时候，咱们3指飞屏就可以去到前面。然后这一块空间，现在轴距已经超3米了嘛，3030毫米，整体非常充裕了。靠背呢可以电调，这是调到最后的状态，可以有43度。我觉得整体这个状态还是挺舒服的。家用买5座版本的话，其实 M7现在这一代应该是足够强大的。那如果说你是要买6座版本，我个人会更推荐你去看 M8、M9。那或者你要宜升宜家的，那肯定也是这样子去选择啊。然后来到这一块有小桌板，然后这个拓展口呢，比如说我们这个，我好喜欢这个新品键呀，它这个有补光，你就可以化妆了。然后这块你就可以画粉饼、口红。然后这边呢还有这张脸，整体的隐私性和防晒的效果也都 OK。这个应该是标配，这儿有小挂钩，座椅的通风、加热、按摩融合在了这一块。这个设计其实和 M8、M9都是一样的。然后这儿嵌入了这个映射的氛围灯，然后也可以放个手机。M8同款的冷暖箱，最低呢是0度，最高是50度。打开之后，电动的差不多就可以放8瓶水是没有问题的。找了6座版本给大家看一下一镜到底的空间啊。前排我们坐姿调成这样，然后这儿开。2排我们大概是这样子的状态，它的扶手呢是电动的，然后集成了这些按键功能，通风、加热、按摩都是有的，弹开式的背托，然后空间是这样子的。我们去3排。其实还挺大的，3排有2拳的距离，但是头顶呢会欠缺一些，差不多1拳多一点。那电池相关的信息我们目前已知的应该反正增程是有个小电池的版本，然后还有个大电池50多度的，可以有300多公里纯电续航的版本。然后纯电呢应该是100度以最终的这个为准，然后差不多应该是超过700公里的这个续航，这样子的能力。涉水深度是700毫米，基本就是和 M8是一样的最后就是关于驾驶的这个维度，目前我们已知的信息并没有很多，或者说根本没有，所以呢，还是以到时候试驾为准。关于这一台 M7我觉得它应该销量会非常好，因为产品力真的还是挺强的，再加上这个问界的品牌势能很强。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看上市的价格，你们可以猜一波价格，咱们评论区聊一聊。